中欧班列突然被波兰卡脖子，如何破局？中国或早有对策。中方刚与波兰签署合作协议，明确承诺保证中欧班列畅通不到72小时后，波兰却依然选择关闭通往白俄罗斯的边境口岸。但不到24小时，中俄就联手亮出王牌，北极航道启动商业化运营，南线通道加速推进，不仅打破陆路困局，还顺势重塑了整个亚欧贸易格局。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中欧班列受阻，欧洲供应链告急。近年来，国际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动，为中欧班列在波兰的运营蒙上了一层不确定的阴影。俄乌冲突激起了欧洲地缘政治的层层涟漪。尽管中欧班列的主要线路并未直接穿越战火纷飞的区域，但周边环境的紧张氛围却悄然改变了不少欧洲国家对中欧班列的接纳态度。波兰在这一复杂背景下，出于对自身安全与地缘政治利益的深思熟虑，对过境货物的检查与审批流程进行了更为严格的把控。特别是近期，波兰借俄白演习之名关闭了关键口岸，导致中欧班列再次遭遇通行障碍。自2011年首趟中欧班列启程以来，它便成为了连接中国与欧洲26国220余座城市的陆上丝绸之路。据统计，高达 85% 的中欧班列需经波兰进入欧洲腹地。然而自9月中旬起，已有超过350列满载中国商品的列车被困白俄罗斯边境，无法踏入波兰一步。电子产品、汽车配件、光伏板等货物积压，使得供应链成本激增逾 15%。更棘手的是，许多列车尚载有生鲜食品和电商快件，长时间的延误不仅可能导致货物变质，还会造成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对于那些高度依赖中欧班列的跨境电商企业而言，这不仅是物流的延误，更可能意味着需要承担高昂的改道运输费用。2. 波兰把事闹大，自己挖坑自己跳。近年来，波兰借力中欧班列收获了诸多经济红利，仅凭借收取的高额过境费用，便为当地物流行业、港口从业者及上下游产业链提供了持续稳定的收入来源。班列停运后，波兰的稳定外汇收入急剧减少，相关企业面临订单锐减、员工流失甚至破产的严峻挑战。班列的中断还严重扰乱了波兰作为中欧物流枢纽的运作秩序，削弱了其在欧洲物流网络中的影响力与公信力。从战略层面看，此次波兰主动关闭边境，中欧班列南线应运而生。这条线路经过哈萨克斯坦、里海、阿塞拜疆和土耳其，最终抵达德国和意大利等地，成为绕过波兰进入欧洲的新路径。所以，中欧物流通道并非一条路，一旦其他国家或地区构建起更高效、更可靠的替代路线，波兰的物流门户地位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可能彻底丧失。从外交信誉层面看，波兰曾与中国签署协议，承诺确保中欧班列的顺畅运行。在无明显安全威胁的情况下，波兰却以牵强理由单方面中断班列，不仅冲击了中欧贸易，更严重损害了其国际形象。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不仅让中国等合作伙伴感到失望，也让其他希望借助波兰开展欧亚运输的国家产生疑虑。班列停运表面上看似是对俄罗斯的反制或对中国的施压，但从长远和现实利益考量，波兰的经济利益、战略地位与国际声誉均遭受重创。这种损人不利己的短视行为，最终只会让波兰自食其果，付出沉重的代价。3. 中方迅速破局，中欧北极快航起航。其实中国早就明白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风险太大的道理。在国际贸易环境日益复杂、地缘政治格局频繁变动的背景下，单一贸易通道的脆弱性愈发凸显。为此，中国早在多年前便启动了多线并进的战略布局，通过构建多元化贸易网络增强抗风险能力。以中吉乌铁路为例，这条由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共同推进的跨境通道，建成后将使中欧班列突破传统俄白波兰线路的地理限制，转而经南亚、中东直抵欧洲腹地。这一调整不仅分散了运输风险，更通过强化与中亚、中东地区的互联互通，为区域经济合作注入新动能，潜在的经济增长即正逐步显现。9月19日，中方宣布将加速推进与俄罗斯在北极航道商业化开发，构建新型国际运输走廊。9月22日，全球首条中欧北极集装箱快航在宁波舟山港鸣笛起航，
再获轮船经白令海峡穿越北极东北航道，仅用18天便抵达英国弗里克斯托港，较传统苏伊士运河航线缩短近1/3时间，碳排放量同步降低50%。这一创新航线不仅重塑了全球航运效率标准，更标志着中国在北极资源开发与国际贸易新通道建设中迈出关键一步。距我国仅150公里，越南首都为何选河内而不是更发达的胡志明市？越南与我国接壤，许多人对这个国家并不陌生，毕竟它与我们国家之间拥有深厚的文化历史渊源。近年来，越南的经济蓬勃发展，出现众多活力四溢的城市，其中河内和胡志明市尤为引人注目。相较之下，胡志明市更为繁荣，实力更胜一筹。令人费解的是，越南却将首都定于河内。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被誉为东方巴黎的胡志明市。胡志明市曾名为西贡，是越南的巨型都市和经济重镇。它坐落于越南的南部，位于湄公河三角洲的东北侧，西贡河的右岸，行政中心距离出海口仅有80公里。这座城市的面积约为6772.6平方公里，人口稠密，大约有1360.88万，是越南人口密集的城市之一。胡志明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当时它仅是一个宁静的小渔村。到了17世纪，越南阮朝将其纳入版图，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在19世纪中叶，法国殖民者的到来为西贡带来了新的变革，使其成为法属印度支那的重要都市。期间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1975年7月，越南完成南北统一，恢复了和平。为了纪念越南共产党的奠基人胡志明，西贡这个名称便成为了历史，取而代之的是胡志明市。此后，这座城市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不仅成为了越南的经济文化中心，还拥有纺织、服装、食品加工、电子、机械制造等多个产业。随着金融、贸易、旅游、餐饮、娱乐等服务业的蓬勃发展，胡志明市的经济实力日益增强，为越南的 GDP 贡献了约40%的份额。胡志明市地理位置优越，交通网络发达，港口设施完善，使其成为越南对外贸易的重要门户，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频繁，为越南的国际贸易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作为越南首都的河内。河内不仅是越南的首府，也是该国的第2大城市。它坐落在越南北部的红河三角洲，距离北部湾约100公里，与中国边境的直线距离大约150公里，其面积约3344.7平方公里，且人口约达805.37万。公元前2000多年，人类便开始在此繁衍生息。公元11世纪，李朝太祖将都城迁移至大罗城，并改名为升龙。自此，河内成为了多个越南朝代的核心都市。在19世纪沦为法国殖民地后，河内也因此成为了法属印度支那的关键城市之一。1945年越南独立后，河内成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首府。河内的经济也相当发达，作为越南北部的经济枢纽，河内对全国的经济繁荣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经济比重约占越南 GDP 的18%。该市的工业以机械制造、化工、纺织和食品加工为主导。近年来，电子信息和高新技术产业也正在逐渐崭露头角，而服务业也是河内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了金融、商贸、旅游、教育和医疗等多个领域。另外，红河三角洲作为越南的重要农业产区，主要种植水稻、蔬菜以及水果等农作物，为越南的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河内作为越南的交通枢纽，其铁路网络发达，连接了海防、同登、芒街等多个重要城市。另外，越南计划在2030年前新建一条高速铁路，它将从河内延伸至谅山省，并进一步连接至中越边境，以加强交通联系。当初越南为什么将首都定在河内呢？其实，河内成为越南的首都，背后蕴藏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越南的起源可追溯至红河中下游地区，当时河内地区便有众多部落定居。在宋朝时期，河内被确立为交趾国的首都，明朝时期更是成为安南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随着19世纪法国对越南的统治，河内的首都地位得以进一步巩固。
1945年越南独立，胡志明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南北统一后，河内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国家首都。河内地理位置独特，三面环山，周边热带雨林茂密，仅东部面向北部湾，赋予了它得天独厚的战略纵深。相较之下的胡志明市虽位于一望无际的湄公河大平原上，有利于城市及经济发展，但缺乏险要的地形进行防守。此外，越南在统一后北方发展明显不如南方，其地理位置靠近中国，陆路与海运交通均十分便利，与中国的珠三角等地区距离较近，为经济贸易提供了便利条件。定都河内不仅有利于平衡南北经济，也符合天子守国门的传统观念，因此河内成为越南的首都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重新审视贵州省会，为何说将省会迁往黔西南会是明智的选择？贵州的心脏地带是其省会城市贵阳，它的核心地位历来不容小觑。然而，随着城市格局的不断演变，传统省会城市的作用或许正面临着新的挑战。此时，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浮现：谁将成为贵州的明日领头羊，肩负起引领该省进一步腾飞的重任？这就引发了网络热议。将省会迁至黔西南是否是一个明智的选择？那么黔西南究竟具备怎样的潜力？又是否满足成为新省会的条件呢？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贵州省的发展现状。贵州位于云贵高原的东部，与湖南、广西、云南及四川和重庆接壤，其总面积达到 17.62 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国土的 1.8%。地势独特，整体呈现出西高东低的态势，平均海拔约1100米，尤以西部乌蒙山壮观。其中韭菜坪海拔2900.6米，独领风骚，与东部黎平县地平乡水口河出省接触的147.8米海拔形成鲜明对比。贵州不仅地貌多变，且矿产资源丰富，是南方煤炭储量较多的省份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同年地区发现的锰矿储量惊人，至少达 1.9 亿吨，使中国锰储量跃居全球前列。国际市场上锰价高涨，每吨超过2000美元，这使同仁的锰矿成为贵州乃至国家的宝贵财富。然而，贵州面临地理限制，既不靠海又不沿江，缺乏天然水运优势。尽管长江近在咫尺，最短距离仅30公里，却未能惠及贵州。这30公里的距离仿佛成为了一道难以跨越的障碍，阻碍了贵州直接享受长江经济带带来的经济红利。面对这一地理挑战，贵州并未退缩，合江县的独特地理位置为其破解水运难题提供了关键。合江县位于四川盆地南缘，是赤水河与长江的交汇点。若能将合江县划归贵州，贵州将获得一个直面长江的港口，这将极大地促进其经济发展。随着合江水运的启动，贵州的石材产业和煤矿行业的运输条件将得到显著改善。从长远看，合江的规划对贵州和四川都是双赢的局面。对于贵州，它将从一个不沿江的省份转变为真正的沿江省份，解决水运问题。而四川虽然失去一个县，但在与贵州的紧密合作下，能够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与经济的协同发展，对其整体经济发展影响不大。将贵州省会迁往黔西南的可行性。贵阳市作为贵州省的核心城市，位于贵州省的中部地带，它与遵义市、毕节市在西北部接壤，东南部则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紧密相连，西南方向则毗邻安顺市。这座城市的总面积达到8043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 4.56%。在探索贵州的地理风貌时，我们不难发现黔西南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位于贵州省的西南端，距离省会贵阳约 302.4 公里。整个地区的地形变化多样，从西到东，从北到南，地形的高低差距显著。其中兴义市的七社捧炸高原顶峰海拔高达 2207.2 米，成为该地区的最高点。而望漠县的最低点大洛河口海拔仅为275米，两地的高差达到惊人的 1932.2 米。近来黔西南已经初步构建了综合性的运输网络，当前韩兴铁路、荆州大桥等重点项目正在稳步推进中。在铁路方面，除了已经建成的南宁至昆明铁路和上海市昆明高铁外，
正在建设的盘州新义高铁也备受瞩目。这条高铁线路从沪昆高铁盘州站出发，终点为兴义南站，全长约 98.31 公里，总投资额巨大。此外，黔西南还拥有多个火车站，如威慑站、兴义站等，为地区经济繁荣提供了有力的运输支持。在航空领域，黔西南的兴义万枫林机场已开通多条航线，包括北京、上海、重庆、广州等主要城市。该机场占地2499亩，拥有长2300米、宽45米的跑道，以及5756平方米的航站楼，为旅客提供了便捷的空中交通服务。然而，关于将省会迁往黔西南的设想，虽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迁址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与完善，如道路、桥梁、学校、医院等，还需要妥善解决就业、教育、医疗等问题，以确保居民在迁址后的福祉不受影响。此外，加强与周边地区的合作与协调，也是迁址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来推动这一宏伟计划的实现。假如外西北未曾丢失，新疆首府或将是伊犁而不是乌鲁木齐。你知道吗？在中国西北的版图上，曾有一镶嵌在新疆西北角的城市，坐落在雄伟的天山北麓伊犁河上游的河谷地带，自古以来便是通往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重要门户伊犁。如果这片土地仍在今天的中国地图上，新疆的首府或许不是乌鲁木齐，而是立于亚洲大陆真正十字路口的伊犁，它集资源、战略于一身。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伊犁河谷是一片形似喇叭口向西敞开的三角地带，面积 5.6 万平方公里，却浓缩着新疆最珍贵的馈赠。北倚阿尔泰山的黄金矿脉，南靠哈尔克山的万年冰川，大西洋最后的暖湿气流在此凝结成雨，年降水量高达500至800毫米，比乌鲁木齐多出近1倍。伊犁河穿城而过，228亿立方米的年径流量滋养着千里薰衣草田和小麦地，最终注入巴尔喀什湖。这座曾经属于中国的世界第4长湖，1.8万平方公里的湖面西淡东咸，伊犁河贡献了西湖区 80% 的淡水。若外西北仍在，伊犁将坐拥巴尔喀什湖、伊塞克湖、斋桑坡3大水塔，淡水量相当于2条长江，足以支撑1000万人口的城市崛起。巴尔喀什湖是座形如弯月的湖泊，东西绵延605公里，最宽处74公里，面积 1.82 万平方公里，相当于 7.4 个太湖。它以中部的萨林耶西克半岛为界，西湖区因伊犁河的注入成为淡水区，东湖区则因蒸发强烈，盐度高达 10.4%。西湖水深不足11米，东湖最深达26米。湖岸线长达2385公里，北岸的铜矿带曾是沙俄掠夺的重点，如今仍是哈萨克斯坦的冶铜中心。清朝伊犁条约割让后，44万平方公里土地连同此湖一同易主，成为中国近代边疆史最痛的一页。斋桑坡位于阿尔泰山与塔尔巴哈台山之间，原面积1860平方公里的淡水湖，平均水深5米，蓄水量约93亿立方米。1960年，苏联修建布赫塔马尔水库后，湖泊面积扩大至5500平方公里，水深增至12米，成为哈萨克斯坦东部的水资源命脉。发源于我国新疆的额尔齐斯河为其主要水源。斋桑坡的渔业年产量可养活100万人口，而北岸的铁路线更是将铜矿直送俄罗斯。这些资源本可以让伊犁成为中亚的能源枢纽。伊塞克湖是中亚明珠，其面积6332平方公里，水深达702米，蓄水量1.7万亿立方米，相当于长江年径流量的2倍。湖面海拔1609米，四周被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山环绕，冰川融水使其成为不动湖。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称其为大清池。湖中资源丰富，有20多种鱼类。从伊宁向西90公里就到了霍尔果斯口岸，再行驶370公里就抵达哈萨克斯坦前首都阿拉木图。从伊宁出发的铁路无需绕到乌鲁木齐，经中亚铁路网4天可达莫斯科，比现在的到达时间节省1半。
反观乌鲁木齐偏居天山北麓，年均气温仅 7.5 摄氏度，降水量不足300毫米，被三面群山封锁，扩建空间有限。历史上清朝设立伊犁将军府统辖新疆时，乌鲁木齐只是屯田小城，直到1884年外西北割让后，首府才被迫东迁，这是用领土缩水换来的无奈选择。资源禀赋的差距更是令人扼腕。阿尔泰山脉的黄金储量亚洲第一，伊犁河谷的煤炭可供全国开采100年，斋桑博的年渔获量能养活100万人口。乌鲁木齐依赖的准噶尔油田在外西北的能源版图中只是零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疾呼谋大洲则伊犁，只因这里三山夹峙形成天然要塞，北面是蒙古草原，南面帕米尔高原，西面是中亚平原。若外西北仍在，伊犁将坐拥 1.8 万平方公里的巴尔克什湖淡水资源，掌控阿拉木图的交通动脉，扼守帕米尔高原的制高点。这样的城市怎会不是新疆的心脏？战略价值上，伊犁的失落让中国痛失地理屏障帕米尔高原的制高点，瓦罕走廊的咽喉要道，阿尔泰山的黄金矿区。这些本应是中国西北的天然长城，如今阿拉木图成了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心脏，伊塞克湖成了吉尔吉斯斯坦的旅游名片，而我们只能在霍尔果斯口岸眺望那片曾经的国土。若外西北仍在，伊犁的军事辐射范围将覆盖整个中亚。左宗棠当年修建的会远城防线本可升级为亚欧大陆的地理索要，地理决定命运，资源改写历史。关注我，带你揭开更多被时光封尘的疆域密码。印巴刚停火，印度为何再次断水？中巴正式启动莫赫曼德水电站建设。新一轮的印巴冲突，简而言之是印度自视过高，试图展示军力，对巴基斯坦发动突袭所引发的。他们原以为胜券在握，却不料被巴基斯坦巧妙应对，损失惨重。巴基斯坦本就不想打，打算见好就收，印度顺势借坡下驴。然而，印度在正面战场失利后，转而采取暗中手段。5月14号，印度暗中关闭了印度河重要支流杰纳布河上游的水电站大坝，导致巴方下游河流干涸见底。印度此举持续操控水资源，对巴基斯坦造成的影响不可估量。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印度再次关闭了水电站大坝。据权威媒体的报道，位于杰纳布河上游的巴格利哈尔水电站再次被印度单方面关闭。这一行动加剧了印巴之间的水资源紧张局势。此前，印度政府已在公开场合表明，他们不会允许任何水流向巴基斯坦。在这场持续的冲突中，巴格利哈尔水电站的开关状态变得反复无常，令人难以揣测印度政府的真实意图。事实上，在今年的4月，印度以恐怖袭击为借口关闭了该水电站。然而，在5月却又突然开放2个闸口，声称是为了缓解洪水威胁。如今再次关闭，使得下游的巴基斯坦面临缺水的困境。从地理角度看，杰纳布河作为巴基斯坦的重要水资源生命线，对巴基斯坦的农业和饮用水供应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作为印度河的支流，它灌溉了巴基斯坦境内70%以上的耕地。在旁遮普平原上，有超过200万公顷的耕地依赖这条河流。印度采取的断水策略导致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水稻产量预计下降约 20%。此外，巴基斯坦信德省的饮用水也高度依赖杰纳布河。印度的断水行动使得大量民众面临严重的用水困难。由于印度的长期操作，巴基斯坦国内的粮食自给率近年来大幅下降，从2010年的约 92% 降至目前不足 80%， 这完全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严重后果。印度故技重施的意欲何为？首先，尽管印巴两国表面上达成了停火协议，但双方的矛盾和冲突并未真正平息，当前局势依然紧张。这一情况验证了巴基斯坦外达尔的警告。他曾经强调，巴基斯坦对当前的停火状态保持谨慎态度，原因之一是双方经过长期谈判仍未能达成共识，另一个原因是两国在水资源问题上的谈判尚未解决。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妥善处理，那么所谓的停火协议就显得异常脆弱。事实上，印度方面正在利用关闸断水来对巴基斯坦施加压力，这无疑是利用水资源问题对巴基斯坦发动一场隐形的战争。巴基斯坦面临无路可退的境地，只能选择与印度一战到底。
直白地说，双方很可能将继续冲突下去。其次，印度此次关闸断水的行为可能是一种报复行动，旨在挽回在最近的印巴冲突中失去的面子。在首轮印巴空战中，印度空军损失惨重，被击落了6架战机，其中包括备受印军珍视的阵风战机。相比之下，巴基斯坦空军的战机全部安全返航。这场冲突让印度的战损比达到了惊人的6-0，这对于一直视巴基斯坦为轻易可胜的印度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莫迪政府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自然无法忍受这样的失败，因此印度选择在战场之外寻求报复，于是发生了2次拉闸断水的行为。3. 中国帮助巴基斯坦建设巴沙大坝。印度巧妙地利用水资源作为战略武器，但此举的效力将逐渐减弱，因为中国正助力巴基斯坦构建一道坚实的防御工事——巴沙大坝。这座大坝一旦建成，将能储存惊人的74亿立方米水资源，足以在紧急情况下为巴基斯坦提供强大的水资源保障。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不仅限于大坝建设，还包括一系列海水淡化厂的兴建，这无疑将极大增强巴基斯坦对水资源的掌控能力。当巴沙大坝最终竣工时，巴基斯坦对印度部分河流的控制力将大幅提升至 60%， 这将极大地缓解其对印度水资源武器的担忧。尽管这项宏大工程的预期完成时间定于2028年，但它将为巴基斯坦带来长远且稳定的水资源保障，使得巴基斯坦居民在未来的日子里更加安心。新中国成立以来，山东省行政区划发生了哪些变化？结合地图了解下。山东是中国战略要地与经济强省，1亿人口孕育出中国菜园子 ，GDP 全国第3。自古兵家必争，如今16市并立，济南、青岛双星闪耀，正迈向国家中心城市与全球海洋城市。山东如今的16个地级市，其区划调整经历了多个历史时期。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949年3月，山东省政府改称山东省人民政府，下辖14个市、140个县、2个办事处、2个特区。1950年5月，设立11个专区，为藤县、临沂、泰安、沂水、德州、惠民、淄博、昌围、胶州、莱阳与文登。11月恢复的3个县级市为济宁、潍坊、新海联，设立淄博、漳州2个县级市。12月将德州恢复为县级市，由德州地区管辖。烟台市改为地级市，潍坊市由地级市改为县级市，由昌围专区领导。济宁市由藤县专区领导，新海联市由临沂专区领导，淄博、漳州市由淄博专区领导。另外设有济南、青岛、徐州、烟台4个省辖市，还有长山岛特区、崂山办事处。1952年，山东省界发生很大变动。10月将河北省原属山东省的恩县、武城、夏津、临清、馆陶5县及临清镇划归山东省，将山东省德州专区的东光、吴桥、宁津、庆云、盐山、南皮6县规划河北省。11月，平原省撤销，将该省所属的聊城、菏泽、湖西3专区及其所辖的聊城、博平、清平等29县划归山东省。同时将徐州、新海联2市及沛县、丰县、华山、桐北、赣榆、邳县、东海7县划入江苏省。至此，山东省界大致恢复了原省界，全省共辖13个专区、3个地级市、6个县级市、140个县。1953年7月撤销沂水专区，将原沂水专区的日照县划归胶州专区，另7个县划归临沂专区，撤销淄博专区，建立淄博工矿区，藤县专区更名为济宁专区，将藤县专区的平邑县规划临沂专区，菏泽专区的金乡、鱼台、嘉祥3县规划济宁专区，泰安专区的汶上县划归济宁专区，原淄博专区的邹平、常山、环台3县划归惠民专区，章丘划归泰安专区，临淄划归昌围专区。1954年6月撤销大区制，山东省改由中央政府直接领导。8月撤销临清镇，设省辖县级市临清，由聊城专区督导。10月将潍坊市、济宁市、威海市、德州市由专区辖市改为省辖市。1954年12月撤销淄博工矿区，设立淄博市。1955年12月撤销淄博工矿区及其所辖的漳州、淄博2市和淄川县，
改设省辖淄博市。1955年3月，山东省人民政府改称山东省人民委员会。1956年2月，撤销德州、文登、胶州3专区，原德州地区并入惠民、聊城2专区，胶州专区并入昌围、莱阳、临沂3专区，文登并入莱阳专区，将泰安专区的泗水县划归济宁专区。1958年，莱阳专区更名为烟台专区。1960年撤销义市，设立枣庄市。1963年，河南省东明县划归山东。1964年，范县划归河南。1965年，馆陶划归河北，河北省的宁津县、庆云县划归山东。1967年，专区更名为地区，全省共辖德州、惠民、昌围、烟台、临沂、泰安、济宁、菏泽、聊城9个地区，济南、青岛、淄博、枣庄4个省辖市、5个县级市、107个县。1981年5月，昌围地区更名为潍坊地区。1982年11月，设立省辖东营市。1983年10月，撤销烟台地区、潍坊地区、济宁地区，设立地级烟台市、潍坊市、济宁市。1985年3月，撤销泰安地区，设立地级泰安市。1987年6月，威海市升为地级市。1989年6月，日照市升为地级市。1992年3月，惠民地区更名为滨州地区。1992年10月，莱芜市升为地级市。1994年12月，撤销临沂地区、德州地区，设立地级临沂市、德州市。1997年8月，撤销聊城地区，设立地级聊城市。2000年6月，撤销滨州地区、菏泽地区，设立地级滨州市、菏泽市。2013年，山东省地土调查面积总计 15.79 万平方公里。2014年，山东省户籍人口总计 9747.1 万人。截止2015年12月底，山东省辖济南、青岛、淄博、枣庄、东营、烟台、潍坊、济宁、泰安、威海、日照、莱芜、临沂、德州、聊城、滨州、菏泽17个地级市，县级单位137个。2019年1月9号调整济南市莱芜市行政区划，撤销莱芜市，归济南市管辖。至此，山东省的行政区划格局正式形成。